一条路不是团聚，是测量。从荣国府角门到贾母正房，林黛玉6、7岁第一次走。荣国府、京城荣宁街2座国公府并排占了整条街面，40狮子，兽头大门，门口10来个华冠丽服之人，不是主人，是看门的仆役。林黛玉6、7岁，母亲刚死，父亲身体撑不住，把她送到这里来投奔外祖母，她没有来过。从大门口到外祖母坐的那间房，要穿过几10道门，换几次轿，经过几层人，他还没见到任何一个亲人。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，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，多行一步路，唯恐被人耻笑了去。有一种空间不是为了住人，你走进去没有人拦你，没有人问话，但每过一道门，你觉得自己变小了一点。走廊越来越宽，两旁站着的人越来越多，而你始终是一个人在走。不是迷路，是这段路本来就不打算让你走得轻松。空间会说话，而且他说的比人诚实。曹雪芹用了第3回整个前半段，让一个孩子走进一栋建筑，他走的每一步都是信息，每一步都在被接收。黛玉入荣国府，从角门进，不走正门，到贾母正房，路线换了4次，轿子换了2次，每过一道门，仆从规格全换。依次见贾母、邢夫人、王夫人、王熙凤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，每见一人换一段路，视角始终锁在黛玉眼里，她看见什么，我们才看见什么。黛玉从扬州坐船北上，到京下船换轿，接她的不是贾府主子，是几个3等仆妇，不是最体面的那一级，但也绝非粗使。这个等级本身就是定位，你很重要，但没有重要到让管家亲自到码头。轿子到荣宁街，先经过东边的宁国府贾家长房，匾上写着敕造宁国府5个字，敕造皇帝下旨盖的。这2个字把贾府的来路一笔交代，不是自己置办的宅子，是开国时挣下的国家级待遇。轿子没停，继续西行，到荣国府，贾母住这边，但也不进正门，却不进正门，只进了西边角门。正门不是给人走的，正门是给圣旨、给仪仗、给年节大典留着的。日常出入走角门，哪怕你是贾母心尖上的外孙女，这一笔写出了规矩的刚性，情分再重，不越制度。进了角门，走一射之地，大约150步，到垂花门前，轿夫止步，所有男性仆役到此为止，再往里一步不行。黛玉下轿，换几个丫鬟婆子搀着，步行穿过穿堂。从码头到贾母面前，他至少换了3次交通方式。城外到街口是车马，街口到角门是轿，角门到内院是步行。每换一次，身边随行的人少一层，外男止于2门，粗使婆子止于穿堂，到最后贴身陪着他的只剩贾母派来的贴身丫鬟。5重门，5次过滤你的性别、你的品级、你跟主人的远近，决定你在哪一扇门前停下脚。一个6、7岁的孩子默默走完了这一切，没问路，没出声，没走错一步。贾母正面榻上坐，黛玉进来，贾母一把搂住，心肝肉叫着大哭。众人劝了一番，哭完引荐，先见大舅母邢夫人，贾赦之妻，再见二舅母王夫人，贾政之妻，然后才是平辈迎春、探春、惜春，顺序不能乱，先长后幼，先嫡后庶。但比顺序更值得看的是空间分布，贾母坐正位，2位舅母分列2侧，三春站着，不是坐。黛玉被引到哪里，贾母一句命坐，让她挨着自己。不是黛玉选了位子，是贾母指定的。在这个空间里，没有人自己选座位。邢夫人领黛玉去东院拜见贾赦，走了一段路，过了一个院子，贾赦不出来见面，让人传了句话：连日身上不好，见了姑娘彼此倒伤心，暂且不忍相见。大就不见。这件事有个建制背景值得停一下。贾赦是袭爵的长子，按制度该住正院，但他住的是荣府的偏院，正院住着弟弟贾政与弟媳王夫人。清代大家族里，长子不住正房只有一种可能，他的实权已经旁落。贾赦袭了1等将军的爵位，拿着虚衔，但荣国府日常运转的钱粮人事全在贾政这边，他是名义上的长子，结构上的边缘人。一个边缘化的长房，面对从2房那边递过来的客人，没什么可展示的体面。他不见，也许是身体，也许是位置使然。黛玉回来去见王夫人，王夫人倒是见了，不但见了，还细细嘱咐了一番话，不是关于贾府的规矩，是关于一个人。我有一个孽根祸胎，是家里的混世魔王，你以后不要踩他，你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，他在做预防注射。黛玉还没有见到宝玉，但2个成年女性，母亲贾敏生前的转述，舅母王夫人此刻的警告，已经替她画了一幅肖像，反常不可控，远着她。所有人安静着，
黛玉在贾母身边坐定，该行的礼行了，该认的人认了。整个空间的氛围是4个字：脸生屏气。然后一个声音从后院传进来：我来迟了，不曾迎接远客。先是笑声，再是话语，人没到，声音先到了。黛玉第一反应是呐喊：这里规矩这么大，怎么有人敢这样放荡无礼？答案在贾母的语气里。贾母笑道：你不认得他，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，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。泼皮破落户、凤辣子全是贬义词，但每个字都是笑着说的。纵容本身就是最大的授权。王熙凤，贾琏之妻，论辈分是贾母的孙媳妇低2级，但她手里管着整个荣国府的日常运转，月钱发放、仆人调配、采买营膳、人情往来，几百口人的开支从她手里过。荣国府没有正式的管家，她就是管家。他有资格迟到，有资格出声，有资格在所有人安静的时候笑着走进来。进来之后，第一句话对着黛玉：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，我今儿才算见了。况且这通身的气派，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，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儿。一句话3层，第一层夸黛玉标致，第2层夸贾母像你的亲孙女，把贾母拉进夸奖里，第3层压三春，外孙女比亲孙女还像，那亲孙女算什么？3个方向的人，上面的贾母，旁边的夫人们，底下的姑娘们，一句话同时照顾3面。凤姐的嘴是这个家族里运转最精密的一件器械。紧接着她哭了，提到贾敏去世，抹起眼泪，然后贾母一句话，她立刻收住，转笑，哭和笑之间不到一个呼吸。这不是虚伪，这是管理情绪的专业能力。管理的不是自己的情绪，是整间屋子的。贾母要哭，她陪哭；贾母要收，她先收。她的职责是确保这个空间里没有任何一种情绪失控。对比黛玉，黛玉进来时安静、小心、计算每一步分寸；凤姐进来时炸裂、张扬，一个人吃掉全部注意力。同一个空间，2种进入方式，一个是没有权力的人学着隐身，一个是握着权力的人肆意占据。晚饭，贾母正面坐定，黛玉被让到左边第1张椅子。黛玉推辞：舅母们该坐这里。贾母说：你舅母、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，你是客，原应如此做的。黛玉方告了座，一让一辞，一坚持，标准的清代待客之礼，每一步有规范，黛玉做的分毫不差。但贾母那句话里有个字客，她是外孙女，至亲骨肉，母亲死了，父亲把她托付过来，她不是来做客的，她是来住的，来住一辈子。但贾母说的是客有体面，最好的位子，最好的碗筷，不必操心任何事，但客有终点，客要走的，客不属于这里。体面和归属是2件事。饭桌上，丫鬟们布菜、安住、捧汤、举盏，排场极大。黛玉观察了一圈，发现不合家中之事，她在扬州林家的规矩和这里不一样，但她一个字没说，也值得随和些。6个字，不是随和，是吞。她把我家不是这样的这句话吃进了肚子里。在别人的空间里，你的来历不重要，你的规矩不重要，重要的只有一件：精确地读出这个空间对你的要求，然后一寸不差地完成。他完成了。从码头到饭桌，第3回的前半段做了一件事，让一个孩子穿过一套空间语法，5道门筛选品级、座次、标注位置、出场顺序，暴露权力的真实分布。长子住偏院不见客，管家的孙媳妇比所有人都先出生，而一个6、7岁的女孩走完全程，没说错一句话，没做错一个位置，步步留心，时时在意。这8个字不是性格，是处境，是一个没有退路的孩子在陌生权力场里的最低生存配置。但不出错不等于安全，他被安放在客的位置上，可以被很好的对待，不能真正属于这里。这个定位从走进角门的一刻已经定了，不是任何人刻意为之，是结构使然。他将要在客和家人之间那条缝隙里住一辈子，而他还不知道今晚会有一个人回来，那个人不走角门，不让座，不推辞，不计算任何一步的分寸。他会在看到他的第一眼说出一句话，把这个空间里所有的规矩裂开一道缝。宝玉还没出场，王夫人叫他孽根祸胎，贾母叫他命根子。同一个人，2个名字，2种恐惧。他从庙里回来时，身上带着这个家族最不安定的变量。他看见他的第一句话是：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